谢大家观看我这个树莓矿场的影片。树莓矿场的路况呢一直都不是很好，尤其是在一些大雨过后，各位可以看到路上的石头非常大颗，高度的落差也非常的大。基本上如果你的底盘不够高的话，不建议来这里。那这一次去呢，还刚好遇到有个妹子在路边露营，因为路不是很宽，所以她就先躲在左边的石头上面。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车速很慢，这不是我故意要开这么慢，是因为这些石头都很松，所以轮胎压上去，如果你力量大一点，它就飞掉了。所以我这边只能慢慢开，慢慢过，不然的话，整个车就是容易打滑。在镜头上可能看的不是那么的明显，但其实这个路的落差是蛮大的。那过了刚刚那一段之后呢，虽然这一段看起来算是整段路比较平缓的地方，但其实也就只有这一小段待会马上后面就更夸张了。像你看这边的话，石头就非常大颗，那越过去呢，只有更大颗，然后落差更大。你可以看到像这边的话，整个路几乎就是破碎不堪，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好的。好像左前方那边其实有一个直上直下的一个断面，大概有高度大概10到15公分左右。那右边那一块平板的地方跟左边的这个路面呢，其实也是一个大落差。如果是亲自在现场看到，其实是会蛮惊吓的因为其实那个落差真的是蛮大的。所以在这一段路呢，只能轻踩油门放慢速度，要控制这个车速，不然的话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撞击。各位听到这个声音是那个车身周围的那个赶车的雷达。那因为那个没有办法关掉，所以有点吵，不好意思。从车身晃动的幅度可以感受到这个其实石头的大小是蛮大的。那这个时候呢，就山里面开始下起大雨。那山里下大雨的时候，其实要非常小心，因为如果突然下了这个大量的雨的话，有可能这个会有水流的产生，会增加危险性。那石头也会松动，所以其实这个时候我是很想要尽快离开这里。那当然内心也是有一点紧张，因为下得来不一定上得去，所以其实在回来的路上看这个石头非常非常大，就落差那个落差在现场看其实是蛮恐怖的。然后你看右前方那些大石头，其实都是一些比较松动的状态，所以车速也不能过快，容易打滑。那我也怕说待会雨越下越大会产生危险性，所以内心有点焦急，想要赶快离开这里。
在我下来之前呢，其实在进来的时候有遇到两台这个Volvo V70的休旅车，那他们其实在这一段路其实是卡住蛮久的，所以我在前面等他们等很久才能开进来。然后前面还遇到这个，各位可以看到还有摩托车，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们的勇气。其实这个石头，你看右边那个石头的落差非常非常大，基本上摩托车，你不是越野型的摩托车，其实应该都会碰撞到底盘，我觉得。那再往前面一点，那个右前方那一块石头，其实刚刚下来的时候，其实几乎是磨到我的底盘，那个落差也是很大。那我在这里先让那一台摩托车呢，先让它过去，不然的话这个路实在太窄了。如果硬开过去的话，可能两边都会卡在那里，摩托车也不太容易能够退后。我真的很佩服他的勇气，你看这个路面落差这么大，他还骑这种一般的摩托车进来。那在这一段路呢，因为右边那一个石头落差太大了，我怕会去碰到底盘，所以我挑了靠左边的路，就免不了要擦过这些树枝跟杂草。当然能避免就避免，不然的话应该是会刮伤你的跑气啊。但是玩越野的时候，你就不能考量这一块，你要以安全考量为第一哦。你如果硬是走那个石头那边，可能就会擦撞到你的底盘。那这边可以看得更明显哦，这个路面的落差非常大，至少都有大概15公分哦。之前他那个 Volvo 的休旅车就是卡在这边，卡了很久。他们还有互相这个用拖绳拖，所以如果你的底盘不够高的话，非常不建议来这里。而且你的车子要有一些越野的性能，也就是你的差速锁，如果可以锁定的话，是比较可以克服这个比较大的落差。如果你是一般的休旅车，比较没那么建议进来，因为你有可能会卡在这个比较大的落差，你的轮胎可能会空转。那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人可以帮你脱臼的话，你可能就要一直卡在这里。来帮我录影拍照。过了刚刚那一段就是算比较安全，刚刚那一段就是往树莓矿场落差最大的一段。这一边呢其实比较靠近出口，这一段呢就是石头比较大颗，然后容易松动，但是比较没有难度的地方，就是慢慢开就可以了。那慢慢开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减低你轮胎跟尖锐物的这个碰撞的力道，可以避免你的轮胎被刺。好，那今天这个树莓矿场呢就播放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看。